Hello，大家好。你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片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里的大模型和 VE 模型都是相对应的。比如说，这里是 Anything v4.0 的模型，这里也是 Anything v4.0 的 VE 文件，或者你在这里选择别的一些相对应的 VE 文件，但是你生成出来的图片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生成出来的图片颜色非常的鲜艳亮丽，但是我们生成出来的图片就跟这张一样，颜色非常的浅。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那这种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你这里的提示词写的不够精细，还有下边的一些参数设置的不够好。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提示词我不知道怎么去更改，就是把这个颜色会渲染的非常的那种鲜艳，我不知道怎么去设置，还有下边的参数也不知道怎么去设置的更好。那今天就给大家去分享怎么将一张这种颜色非常浅的图片渲染成这样颜色非常鲜艳的图片，这两张的一个对比还是差异比较大的，很明显第二张图片要好看很多，对吧？这个是怎么去做到的呢？我们用到的是 ControlNet 里边这个模型 Shuffle。翻译过来应该叫做洗牌的意思，它就是上传一张参考图，随机洗牌，将上传的图片打乱，重新组合。那这里的预览图是这张，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打乱的这张图片，然后根据这个图片的颜色、风格等等，然后对图片进行重新就是渲染。你可以看到这5张图，那么这5张图跟它上传的这个参考图，它的颜色风格还是非常相近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模型到底怎么去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回到这个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我们把这张图传到图生图来，然后传好了之后，那这些参数肯定就跟之前一样了。然后打开 ControlNet， 上传一张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参考图。比如说我传的就是这张，这个颜色比较多，而且它非常的鲜艳。然后我们点这里的启用，如果你显存比较低，你可以勾选它。然后完美像素是建议勾选的，效果会好一些。预处理器我们就选择这个 Shuffle 这个预处理器。选了这个预处理器呢，你这个模型也要选择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模型，一定要对应上。然后选好了之后，这里有一个爆炸的图标，你点一下。然后它这个预览图就出来了。注意了，这个预览图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再点一下，它这个预览图就更改了。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要去选一些就是颜色比较大的那种，然后比较好的一些颜色，它效果会好一些。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它的权重，就是 ControlNet 的权重，我就调成0.5吧。等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它到底对这个有什么影响。其他我们就默认，然后上边这里我们是用的这个图生图里边，那这个重绘幅度，因为我们不想改那么多嘛，那我这个重绘幅度我可以降低一些，就是改到0.4吧。当然，如果你想它的改动再小一点，那你可以在这里 ControlNet 里边，你把原图拖进来，就是这张图片。拖进来，然后再去增加一个模型，就是 ControlNet 的模型，比如说增加 Canning 呀，或者是线条的呀，这些线条的呀，或者是那种Soft Edge，就是那些等等之类的，看自己个人嘛。比如说我选的是这个模型，就是这个线条的，那这个模型我们也要选择线条的，就相对应，然后其他我们就不要管。然后我们点这个图标，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限定它的一些背景，它就是说有描绘它，它上边这里改动它就要小一些，明白了吗？那这里设好了之后，我们点生成，好，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它这张图片就是生成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两张对比非常的明显，很明显这张图片就是效果会好很多，而且会好看很多，对吧？就是这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重绘幅度，还有这里就是 ControlNet 它的权重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一个影响。就是这2个值，比如说我在下边这里脚本里头，我们就使用这个 XYZ 图表，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这个 X 轴类型呢，比如说权重我们是
上边的那个这里是0.5，我们先不改它，我们就看一下那个重绘幅度，这个重绘幅度更改了，它有什么就是变化？那我们这里就要去找到重绘幅度，就是这个重绘幅度，然后我们设值，比如说我就设成0.3，然后再设一个0.5。0.7，就是生成这么3张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就是更改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我们点这里生成，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张图，这个是 ControlNet 里边权重是0.5的时候，但是我们图生图它里头的重绘幅度，然后再增大，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就是它的颜色是在加深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头发，你看这里颜色是在加深的，还有这里的天空，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是在加深的，这里就是这个它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点错了，不用这个，就是这里的这个模型线条的这个模型，我们不启用，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就改变很大了。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启用了这里的改变，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改变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不启用，我们重新去生成，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然后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不使用那个就是线条的那个模型，就是线稿的那个模型，然后不去固定它，然后单纯的就是改变重绘幅度，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一下，颜色也是在加深，但是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最后一张，对吧？很明显就是过高了，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如果你想就是变动比较小的话，你就可以去启用，多启用一个 ControlNet，然后去就是限定它，要好一些。然后这个是我们 ControlNet 0.5不变的时候，重绘幅度在变。那如果是这个重绘幅度固定，就是这里是0.4的时候，我们的下边的这里的 ControlNet 权重，我们再更改，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会怎么样哈。我们点到这里，然后这个我们就要去换它的权重 ，ControlNet 权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就要改成，比如说0.5，然后再设一个1吧，1.5、2，就是这4张图我们就生成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好，生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张对比图。然后这几张对比图呢是图生图里重绘幅度是0.4不变的时候，但是 ControlNet 的权重在更改。你可以看一下，这是0.5的时候，然后1.5、2，你很明显感觉到就是颜色是在加深的，就是光是这2张图就是可以对比出来了，颜色是在加深，然后它后边你可以看一下，很明显到了1.5，然后2的时候，它这个图就有点崩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会引用之前那个图的一些风格等等之类的，那给的这个权重就过高了，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图，这个是关于2次元的。那我们看一下偏真人的，就是它会怎么样？比如说像这里，我去传一张偏真人的图片，就这张吧。我们一样到图生图来，然后这个呢是国风3的，我们找一个国风3的这个模型，然后下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用这个图吧，还是用这个图，然后这个权重我们就改一下，我们改成0.8，这个是我之前试过的，就是效果比较好的。然后你下来也可以去试试自己比较好的一些值。然后这个0.3，我们看一下它偏真人的之后，然后这个的一个效果怎么样？然后这个我忘了改，这个地方我们要是这个图，
要去限定它，就是让它细节改动不要那么大，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我们就不更改了。然后我们看一下用这个模型，就是 Shuffle 这个模型，然后生成会怎么样？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两张图的一个对比，就是颜色还是比较鲜艳了，但是我感觉就是人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颜色是就是效果比较那个，可能是我这个地方选择的不太好，就是它那个大小跟这个大小不一样，然后它截取的这个就是不太好。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两张的一个对比，这张颜色就是更亮一些，就更鲜艳一些，就是这两个。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下边我们使用这个脚本，我们来试一下，对比一下。我们就是这个值还是这个，先看这个权重吧，这个权重再改，然后上边的那个重绘幅度是0.3不变，重绘幅度不变，然后这个再更改，权重再更改，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点生成，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张对比图，这个是我们图生图里边重绘幅度为0.3不变的时候，但是 ControlNet 的权重在增加，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很明显就是这种权重过高了，就是图片完全崩掉了，对吧？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0.5的时候还不错，1还行吧，就是0.5的效果要好一些。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值。就是这两个对比很明显，就是颜色更鲜艳了，对吧？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重绘幅度不变的时候，变的是那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权重。那我们先固定这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权重0.8，然后我们来改一下重绘幅度。我们这个要选择重绘幅度，然后这个我们改成0.3。然后0.5、0.7吧，就是这三张图，我们少生成一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权重不变的时候，然后图生图里边重绘幅度再更改。好，生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 ControlNet 权重为0.8不变的时候，图生图它的重绘幅度在增加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图。这几张呢，它颜色都是在加深的，但是效果最好的还是这个重绘幅度为0.3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0.3和原图的一个对比。然后这两张图的话，还是这个用了这个模型之后，它的颜色就是会更鲜艳一些，更亮丽一些，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两个的话，权重就过高了，就是这个它的重绘幅度就过高了，有点失真了，对吧？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哈，就是这个 Shuffle 这个模型，大家下来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它的这里的重绘幅度跟这里的 ControlNet 的一个权重，它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还有这个地方预览图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要选好。因为我这里的一个尺寸跟这里的尺寸不一样，所以它是截取其中一部分，那这个随机性就比较大了。所以你尽量这个尺寸的话要截一下，就是跟我们生成那个图片是一样的，要更好一些。然后还有这里这个什么时候引导进来，然后就是结束，这个你也可以进行调整这些参数，下来去试一试。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